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让当头炮琢磨不透的后手单提马布局。红方跳马，黑方快速起横车，这里就保留了马八进七形成屏风马以及马八进九单提马两种变化。红方快速出车，黑方选择跳边马，接下来挺兵制马，平炮避让一手，形成比较明显的单提马布局。接下来红方在这里前面有了形成炮八平七，还有冲兵直接进兵过来骚扰，将来平炮秒马。当然单马守中卒容易给对手一个误区，直接快速进炮，形成双炮抢夺中路。这个走法在前面开局我们已经讲过类似的走法，本局呢我们稍作复习，然后再为大家分享新的变化。红方一看，直接取而攻之，黑方上马一吃，红方进炮一打，接下来形成空头炮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黑方有后手，进车捉炮，退交给当头兵来看守，这时候咱们回马，将来形成中路看守。那当务之急，前面我们讲了有上马，当然比较快速的就是进车，将来形成抽子。黑方一旦上马的话，红方是无计可施。咱们也稍作演变，比如说现在咬着炮的话，中路一将军，黑方称是，现在他还不好抽车，上马把炮一踩看住了，如此红方丢子。那么当然在这里将军也只好选择抽炮，黑方比较简单的可以平炮，直接反加当头炮，当然这里还踩着你的炮，也可以直接上马把炮直接踩掉。红方如果说冲兵把马吃掉，黑方先手一将军，如此的话我们来盘算，黑方是双炮，红方是双马，在开局场兵器作战的话，黑方是明显占优。那么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不吃马的话，先手吃炮呢，同样如此，咱们飞象打车，当你退的时候还可以抢一步，双车叫杀的话称是，然后跳马逃之夭夭。如此的话，黑方依然是出子比较快，而且兵种比较齐全，明显是大优局势，取胜也是时间而已。当前局面，红方直接进车，将来想要平车，中路形成抽将之势，黑方已经回防，红方占不到任何便宜。那么本局起，红方采取调转方向，意在平炮打马，将来秒底象，就把这个难题交给黑方，马一走开的话，迅速底线将军，然后大军杀到，形成底线抽将之势。接下来黑方必然是进车看马，红方一看，这简直不要太好，我进车过来双抢，明知道这个马已经要弃之了，黑方抢先一步，先手来个双车叫杀，腾挪顿挫一步，红方跳马防守，然后再来一个当头炮，红方称是。接下来在这里按照我们常规走法，可能我们就会想着退炮形成一个看守，然而黑方是将计就计，你这里要进炮打马，然而还充足威胁你打，这是几个意思，让人真是琢磨不透。红方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直接先手打掉，然后退炮，先弃后取，得回失子。红方平车出车也是必然走法，黑方死子不及吃，形成双车站内。那接下来走到这里也是没有办法，先飞象巩固中路，防止将来中炮形成致命的缺陷。这时候黑方平炮打掉，打完之后他的车牵制黑方无根车炮，然后再度进车，目的就很明确，把车先手杀出来形成牵制，下一步起可冲边，而且也是掩护上马。好了，接下来走到当前局面，大家不妨来看看，换作你是黑方的话，
如何走出气势如虹的惊天妙手呢？在这里，黑方直接来了一个气炮，进车卡住。现在你平车一吃炮的话，咱们进炮一打象的话，先手一将军，这个是无论撑底下还是撑上来，可平炮打马得回失子。如果退的话，进车下二线，将来容易形成平顶贯杀棋的手段。那没有办法，中象还不能不保。如果说退回去的话，这里很明显再度摆上炮，当然也有进车形成双车卡喉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与其如此，回马提前守住象，黑方再度进车卡住，目的很明确，下一步棋依然要进炮打象，这个象一打就直接杀棋了，没办法。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看红方接下来如何应对。他比如说有飞象的话，咱们可平炮，将来炮打底士的话迅速能够成杀，也可以直接平炮中路形成强攻。所以在这里红方也是苦于无奈，选择退车看守住。接下来黑方腾挪一步，双炮瞄准中路。下一步棋就是很明显的，先前你飞象的话，这里有所顾虑，现在是不得不飞，因为进炮一打的话，你吃与不吃都是很难抉择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他也只好把象飞开，也是仅此一个点位。黑方并不着急充足吃象，而是先手退车，将来掩护中路形成强攻。现在红方一看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象显然不能逃啊，因为这个象一旦走开的话，这里就很明显了。可进炮直接一打的话，如何招架呢？中间不敢飞象，不敢平车，因为进炮还有打。你即便是飞象的话，在这里也很难受啊，将来还是有进车，然后进车形成前置。上马直接吃的话，这个走法相信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。下一步棋很明显的进车砍士杀棋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好，我们返回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在这里红方当务之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主要是这双炮火力集中中路太厉害了，他也只好选择退车跟住炮，必要的时候弃车砍炮缓解杀棋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接下来黑方如何入局呢？充足一吃，红方吃掉，然后平车压马。这步棋可能感觉有推波助澜，帮助红方离开了内道线，这不正好平车守住吗？红方退车，那为什么黑方要这样走呢？主要是有两种目的，第一，按住这个马，第二，核心思路平车吃掉兵，将来把车调过来的话，一旦进车底线的话，双车形成杀棋。接下来红方有两个策略，一攻一守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最明显的就是双车夺底士，感觉这里有先手可乘之机。但是黑方进炮一打的话，红方就傻眼了。中路先手一将军，你平车的话肯定是不合适，把士又撑不开，也是仅此一步。飞象，现在好像黑方没有招了，但是这里乘势把车一赶走，这个车还不能随便乱走。比如说退一步的话，黑方双车直接叫杀，这里就很明显，先前通过对调兵卒的话，退车回来的话，就是形成一个迂回策略，形成杀棋。所以在这里当务之急，乘势吃车的话，他也是仅此一步，退到这个位置。你再摆过来的话，他直接平车把炮给砍了。如此的话，咱们就直接弃炮破士入局。现在很明显，这个炮你不吃也不合适。比如说退车的话，这个马丢了，不吃的话，炮一闪开也难招架。如此一吃的话，将军再度将军请上2楼，然后平车叫杀。
还好有马看守。但是再度进车的话，难逃一劫，直接杀骑，前方进攻无路。回到节点，我们继续看红方防守的策略，车8平七，这也是无奈之举，既守住马，也是防止品车站内双车形成霸王车，它可以退车底线防守，也是不让品车甩过来。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出招呢？此时一招移形换位，拆掉中炮。前方是凶猛的中路进攻，他已经有所防备。此时的话，炮5平七，将来可打马，还有品车闪击吃兵的话，这里吃着车，这里炮打底下是闷杀。那么在这里，他如果说再度品车过来的话，咱们城市反而捉着车，将来还打着马，肯定是不合适，只好采取退车回来，形成一个双层保护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黑方进车形成压制，红方一看，现在的话当务之急选择飞象，感觉这是补后中路，也是引诱进炮打象，看起来还不错，避免了将来进炮打底线形成闷杀。但是在这里黑方品车砍掉中兵，这是几个意思呢？这不是给红方有机会吗？这里红方一看，我不正好弃车砍底士，先手将军，然后后手把车给吃了吗？好了，走到这里看起来不错，从天而降的杀法直接走出来，进炮打中象一将军，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。首先说明车吃炮的话，进炮底线闷杀。那这个将之军不吃炮，是无论撑到哪边的话，咱们都有进炮底线，形成十字炮，有事无处撑的直接杀骑。可见这个车啊，锁住脖子，最后形成一剑封喉，直接结束战斗。